大家好，欢迎收看玩具的玩具，我是雾，我是千豪。今天呢，我们来到千豪家，我们要介绍就是怎么样的乐高呢？各位玩具人看到我今天戴这个项链，就可以窥知一二这个奥秘。什么中二男孩有出这个乐高啊？为什么我说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主题跟我这个项链有关呢？单纯是因为在漫威的设定当中，有一群人，他们会因为被项圈而限制住他们与生俱来的超能力，就是所谓的变种人。我们今天要玩的这个盒组呢，它是目前 Marvel X 战警系列的最大的盒组。哇！哇！哎呀，又是个建筑物系列。幸好你刚刚说它是 X 战警最大的盒组嘛？对，我还想说有多大呀，结果拿起来，不就这个大小而已吗？像你这种就是过分，被宠坏。这一次的这个盒组呢，就是我们的 X 学院，有3095片，是依照 X-Men 97的设定去制作。那 X-Men 97这个动画其实就是我们童年看的那个特异功能组，它是直接延续它的剧情还有设定，很多的美术啊，然后都是返回我们90年代经典的配乐。好赞哦！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 X 学院呢，基本上就是让你重回90年代那个美好的时光。它的盒绘呢，正面就是以黑色为主基调，然后在这中间呢，把我们的 X 学院里面附的所有的角色啊，还有这边的哨兵机器人全部展示给大家看。那我们看到背面的部分，这次的背面我觉得比较不一样。它这次不是那种展开的娃娃屋的感觉，它这次是像一般的街景，就是一层一层盖上去。这个也是它建筑的背面的面向，所以等于说你正面看过来，然后再翻过来背面呢，就是建筑的背面，可以分成9个单元。那它可以跟街景拼在一起吗？可以，就是模组化的建筑嘛。那它其实也可以跟我们先前玩复仇者大厦拼在一起。它这边有写，它全高是有27公分，然后宽是38公分。那在下面呢，就是有一些场景的还原。还有这个算是绝代迷因了吧？金刚狼拿着独眼龙跟琴的照片这样。接下来马上看到它说明书的部分，说明书就是有3本，我们照惯例就是看第一本，打开来里面呢，哇，就是有这个，这是蓝图吗？对啊，透视蓝图，我觉得这个超帅的。这超帅的，这边有一些注解，就是谁的房间呐、这个就是漫画外观。其实跟我们这次拼的屋顶颜色差蛮多的。再翻过来呢，介绍 X 学院，然后变种人的一些能力啊，然后哨兵机器人跟里面的所有角色这样。那再翻过来呢，就是介绍到这次的这个 What is this place？ 就是那时候教授嘛，他把金刚狼带来这个地方，然后金刚狼就这是什么地方？刚刚千豪说的9等份的样子。说明书里面有大致上介绍一些X 学院内部的空间，那它会搭配漫画的方式去让我们可以更进入状况。它就是把整个学院跟变种人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起源啊什么的都放在里面。这里就是大厅嘛，然后这里是违禁训练室。那这边又是什么台词呢？它这也是引用了万磁王的台词。人类总是会害怕他们未知的。那接下来呢，就请千豪来帮我们组装这次的 X 学院乐高76294。那我们就先来看到这次的 X 学院，像你这样拼完，好像把所有人摆出一个大战的这个感觉，看起来很夸张。它跟以往我们拼过的建筑比较不一样的地方，这次主动设计了很多，像是比方说这里有一个破窗而出，然后这里的灯啊被掀翻，地板破裂，然后水喷出来。这一次的这个优势是在于说，它除了做出这种很动态的表现之外，它前面有留了一块空地，让你可以玩，很直观的把一个大乱斗场面呈现在你的眼前。那建筑的正面呢，主要就是以砖红色的墙壁，然后深蓝色的屋顶，前面屋檐这边的装饰也很有意思，就是你仔细看的话，可以发现它中间的这个装饰是藤蔓。我这边呢，这个小屋檐的部分，还是用2根灰色的乐狗。乐狗算是很万用啊，无处不在，对啊，到处都有像乐狗，我现在随便讲就可以讲出几个用途。一般的红色的乐狗就是放在那个面包里面，灰色乐狗像这是屋檐的装饰，然后还有那种绿色的乐狗可以拿来当那个自由女神的这个眉毛，位于正面2楼的推出去的那种阳台，对，就是优雅，很优雅嘛，很像贵，我觉得蛮优雅的。我听起来感觉很像那种独裁者要讲话的。
我们刚刚组装的时候，也可以很明显看到，它其实整栋是以3个部分组成。在右半边的这个草地呢，还有这个石碑，石碑上面也有一个十字插销，是可以接这些透明剑把玩这些超级英雄的人偶。就是它虽然外观相对朴素，对，可是它把可以玩的部分做在那个细节里面，各位玩具人在玩的时候可以有很高的自由度。那这个嘞，这上面的它这个可以打开，算是一个小机关。嘿，哦，哇，好屌哦！看好屌，炸掉的感觉。对啊，这个设计也太酷了吧！很好玩。它就是在这个看似这么简单朴素的建筑里面注入了这个很有趣的爆破机。真的，我刚刚还想说，哦，哇，这可以拿起来，好酷哦。我就看你一副好像看它没有的样子。那我们接下来看到背面的部分。这一栋建筑物，它在后面的细节，像这边的这个水管，然后篮球框，还有球，还有这个垃圾桶，跟这边这个崔斯克工业的货物箱之外，它建筑物上面的细节都比较是用贴纸去呈现。外墙的部分在背面做出了一些区别，灰色构成。这边是违禁训练室的外墙，坚固一点。对，然后这边呢也有一些特殊的把玩的机构，所以他选择用这种呈现方式来做。其实还有2个小机关，滑动这个室外机，等一下会触动到里面的什么机关，我们就等一下再来看。还有这个变电箱，我们可以把它这样拉出来，它就可以也是触动里面的机关。那这个就是我们 X 学院外观的部分。那我们现在就准备一层一户的介绍给大家。推开大门之后，一进去呢，首先就是要有一个气派的空间，所以它大厅的地板直接用一个超大的 X， 就是你进来之后看到里面的建筑的细节，然后你就会发现它这里的牌子有一个教室往左边，然后违禁训练室往右边的这个方向指示牌。这个合照呢，就是一对老相好，讲老相好可以吗？一对老相好后来反目成仇的一个故事，就是万磁王跟 X 教授的合照。他这次里面很多漫画或者是动画影集的彩蛋，它几乎都是用乐高的贴纸的形式去做呈现，像这个。很多人跟 X 教授合照，他也是实际有这张照片。然后我觉得这个沙发的造型也很可爱，简单的零件，但是拼出一个很棒，看起来很经典家具的感觉。对，后面呢还有电梯、盆栽啊，一些小的装饰品。我们去教室呢，中间会经过所谓的图书馆，可其实它的图书馆呢就是一排书架。OK， 小小的一个。教室里面呢有2套的课桌椅，上课的这个白板。我们刚刚在看建筑背面的时候说，室外机可以动，就是可以操控这个白板。白板上面除了有野兽它教课的一些资讯之外，你滑动这个白板之后，后面会有一些哨兵机器人比较隐秘的资讯。那为什么上面这个野兽是颠倒的？因为野兽就是一个很喜欢颠倒的人。然后墙壁上有一个挂画，它里面的那个图是金刚狼。这样子很俏皮的探出头来，可是它探出头来的地方呢是 X 战警的飞行器，叫做 X 喷射机。乐高的很幽默的表现方式，就很多可以体现在它的贴纸里面。那这边就是我们这个教室的部分。那我们往旁边走呢，就是变种人他们很著名的一个训练设施，叫做违禁训练室，英文是 Danger Room。Danger Room。往违禁训练室走呢，就可以看到一个报纸直接散落在地上。那报纸就是变种人注册法案的报纸。它这个是电视的荧幕，就是表示一个主播，然后他在报说哨兵机器人回来了。其实对一般人来说，这其实应该算是一个蛮高兴的事，因为哨兵机器人是会猎杀他们痛恨的变种人。可是可以看到这个新闻主播，他就是一个比较紧张的样子。然后他标题里面呢，还有一些有点恐惧，就是说哨兵机器人的确是会保护我们安全的吧？其实哨兵机器人也都会有失控的危险。X 战警这个故事一直在探讨的议题，很大一部分就是种族嘛。对，那其实我觉得乐高在这一个新闻荧幕的这个贴纸，它用比较幽默的方式去表现出这个比较相对沉重的话题。我们把这个门拉开，就拉后面这个电箱的部分。对，讲到 Danger Room， 因为它是一个训练的地方嘛，对，所以它一定要挑高，2层楼的违禁训练室才算是完全体。我们从上面呢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训练的机关，这些雷射啊都可以把它拆掉，就是等于说你可以自己去重新定义你的违禁训练室的摆设。你这样拆下来之后，其实你也可以在上面换一些你自己喜欢的零件，然后还有飞弹啊，这个红色的雷射，还有火焰啊，这边有一个钉刺的墙，就你可以自己定义你里面违禁训练室的一些装备。然后在上面这边还有一个监视录影器。讲到监视录影器，就要讲到旁边这个监测的房间嘛。这边呢就是有仪表板3块，然后它可以从这个黑色的荧幕去查看里面的人训练的状况。接下来我们进到这个中间的部分，水蓝色的地板是怎么回事？
中间这里呢，算是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有特别说，中间这个地方是 X 教授的实验室，为了要容纳 X 教授这个超大的轮椅，他要把这个空间做的特别的宽敞，它里面还有各式各样的，比方说文件啊，然后柜，这个应该是 MRI 的核磁共振扫描。这边你现在拿起来之后，下面有一个什么？就是金刚狼的那个手，它的 X 光图，我觉得最酷的应该是这个大家最熟悉的导波增幅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教授，我们把它放在中间之后呢，那我们就来启动，把它这样盖在这个教授的头上。赶快盖完之后有没有？等下拿起来的话，头发就出现了，就是那个小钟的那个蒸发器。你有看过那广告吗？白痴超大的。戴上去之后呢，就可以联动我们刚刚前面看到的这个荧幕，就可以表现出我们的教授呢正在用心灵感应的能力连接世界上各个角落的变种人。我们来到我们的另外一侧，这里呢在设定上面也是一个类似实验室的地方，像是电脑荧幕啊，然后显微镜啊，瓶瓶罐罐一些比较科技的东西。使用这个空间的人显然是很不小心，因为他把咖啡打翻了。没错，我看到了。这很可爱，我觉得。我们穿过了这个实验室之后呢，就可以来到我们这个温馨的寝室。这个床呢，一张显然就是我们罗根的床嘛，因为这边还挂了一个武士刀。其实看这很危险。他没擦，他不会死。对他没擦，对我们一般人来说，台湾地震那么多。不是啊，你都已经来 X 学院了，你还什么台湾一般人？也是啊，对不起，我不该用我的标准来衡量大家。像我这种人，就是让他们越来越边缘的人的元凶。你应该把他当正常人来看待，应该去斥责他，不应该把这个刀放在上面，他就觉得很感动。用一般眼光来对待他，他就会觉得我是一般人。对，我觉得我讲这些话超危险。我们看到另外一张床，我们没有很明确的知道这张床的主人到底是谁，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个泡泡糖的印刷推测有没有可能是欢欢呢？这边还有一个算是经典的配件，1963年的 X 战警第1期的漫画封面，就是也是用乐高的方式去重新诠释。你是老粉丝的话，一看你就知道。那旁边这个金刚狼的这个日历吧，它上面有一个 Alkali Lake 字样，中文是阿卡利湖，它其实就是 Weapon X 计划的一个所在地，所以就等于说也是一个小彩蛋这样。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X 学院的本体的部分。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为什么哨兵机器人要放在这边吗？它这边有一个插销，就是可以让哨兵机器人的脚插在里面，就会比较稳固这样。它的双脚都可以插，你可以自由的变换它在任何一个地方，然后它都可以站得很稳固。我们接下来要讲人偶嘛，那我觉得哨兵机器人不算人偶吧，所以我们可以先讲它。我们做一个建筑跟人偶中间的过渡，用哨兵机器人来完美的度过。哨兵机器人其实我觉得它整体的样子看起来是真的是很还原，我喜欢它的手指，对，它手指都可以动之外，然后上面又是乐高常用的那种大小的孔洞，那可以插很多东西在上面。哨兵机器人我在组的时候，我觉得它腿的部分是最有趣的，它有一些基本的可动。所以我觉得以这种零件数还原的这个程度的话，我觉得算是很厉害。哨兵机器人还有一个很值得一提的点，就是它的头呢，就是一个很像一个水塔零件，它讲然后是印刷的。那它手上这个就是你现在戴脖子的这个链子吗？功能类似，它是一个拘束变种人的拘束绳索。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它人偶的部分，一共有10只载具，其中第一个呢就是 Logan 的摩托车，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造型非常棒的 X 教授的悬浮椅。人偶的部分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冰人，他在他双手都有配置了这个冰块的特效键，这两边是不对称，虽然它整体是白色的，可是它在上面的印刷也是蛮精致的。旁边呢就是我们的小淘气，忠实的还原动画里面黄色、绿色的服装搭配，还有它这个发带跟这一撮的白毛，而且它这个白毛感觉不是特别做，后面才涂上去的那种感觉。对，感觉它这个头发零件是本来的嘛，然后它在上面再施以这个白色的涂装，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的秦格雷，整体是采用它穿上战斗服的造型，深蓝色跟黄色的样貌，橘色的头发呢非常的抢眼。其实金贵的人偶现在目前来说应该算是蛮稀有的一个存在，应该不少人买这一组，其中一个很大的目的呢也是为了这个金贵的人偶。我们的史考特呢，他全身是以他身穿他战斗服蓝色紧身衣，然后搭配上面有很多黄色的多功能的腰带啊，装备的背带，算是一个很经典又帅气的造型。那它这个红色雷射的特效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部分，就是直接是用那个战斗机搭载那种子弹弹射装置的那种很长的子弹嘛，这个就是所以它这边才会有那个凹槽。这个部分是我所有人偶里面最喜欢的一个设计，因为超级乐高。大家手上拿的是什么？解释一下手上拿的东西吧。我要固定跟转换方向，总不能就是真的坐在眼睛上，这样可玩性就变低。
然后旁边就是我们非常经典的金刚狼。金刚狼呢，它可以戴上它的头套，还有它有一个黑色的头发可以换。它的钢爪呢，其实就是拿在手上的爪子，这样很可爱。万磁王呢，整体是以一个紫色、红色的经典配色呈现，然后头盔呢也非常的帅气，还有它这个紫色的披风是采用相对比较软质的，有点像是橡胶的材质来做。这种软质的还要把它的这种就是垂坠感做出来，摸起来也还不错。万磁王除了可以戴上这个帅气的头盔之外，还有一个白色的头发可以换。旁边这个金牌手呢，整体来说它应该算是一个蛮让人期待的一个角色人偶。这次金牌手，因为它其中一个经典的能力是丢爆炸牌嘛，所以乐高这次就做了一个存在感还蛮大的粉红色的特效键，去连接它的扑克牌，还有它的手。金牌手还有附上这个长棍。旁边这是我们的主教，配给他一个超大把的算是雷射枪吧。那他的头发零件呢也是很还原，他那个黑人电，对，就是他除了是可以违反时空悖论的男人，他的能力算是可以吸收能量然后再释放，算是一个蛮 OP 的角色。那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X 教授，X 教授就是穿个西装啦，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好讲，唯一好讲就是他是光头。旁边呢算是我们这整个人偶里面，我觉得算最华丽的暴风女，因为他这次的这个披风，我觉得算是做的非常好。以往的披风都是头拔起来，然后弄在脖子上，那他这次除了披风在脖子上之外，他还穿过他的手，所以让他的这个整个披风有这个斗篷感，然后白色头发那个对比感非常强。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人偶的部分，还有附很多的特效件，因为我们这些 X 战警里面有不少呢都是可以浮空的角色。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要讲到这次，我觉得算是蛮特别的，第一次看到乐高有附多的贴纸，因为它上面有很多像是战损的图案，你可以让这栋建筑物跟你的 X 战警的人偶有更多的互动。你可以在地板啊、墙壁上面贴上刮过墙面或是哪边有撞毁的照片。这次的这个 X 学院，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呢？我最喜欢的地方当然就是这个圆顶压下去，然后爆开了，然后觉得哇，乐高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乐趣，就是你看到乐高炸开的那一瞬间，会有一种疗愈感。因为乐高要拼起来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看到它炸开就很爽。然后呢，我也蛮喜欢这个哨兵机器人，我觉得算是用乐高堆砌，然后把它还原出一个真的算是蛮还原的造型。整个 X 学院的造型算是中规中矩啊，但是里面的细节呢，我觉得可以感受到那个设计师想要把一些彩蛋啊，或是一些经典元素都把它放在里面。那你有没有什么觉得不错的地方呢？我觉得蛮好玩的，就是它里面的这些机关嘛，就是你可以拉开违禁训练室的门，更不用说这个爆开的圆顶，在这个朴素的外表里面呢，有蛮多的巧思，享受 X 战警的一些故事的一些元素。哨兵机器人的外观，其实我也真的蛮喜欢的，因为我自己有时候拼东西的时候，也是可以很用到它里面的一些转换的一些零件。还有一个最喜欢的呢，就是这个斯考特的雷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跟各位玩具人介绍的 X 学院啦。如果各位玩具人有什么想法的话，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让我们知道。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分享出去给更多玩具人看。最后我们的 IG 上面有更多幕后花絮。那玩具玩玩具，我们下周再见，拜拜。拜拜。就在家里。是传反的吗？什么穿法？没礼貌。你这个真的很靠北，真的很是新式风格。那你还有项链吗？我也要戴。我没有想代替，然后你戴我也可以戴。什么中二男孩有出海豚的乐高吗？还是有出飞蚁的乐高？是我那时候刚开始玩没多久，然后也是那时候去必买站，蛮多年前那时候有一组很红的 X 战警的合组，里面有死侍的人偶，然后还有金刚狼，还有一个就是飞行的载具。